早上好，家人们，太优雅了。我们这次真的住到人生民宿。我们上一次住的很满意的民宿是在清迈，这一次我们在整个山坡上这一栋可以说是 villa， 先保留一下这个悬念，价格我们先不说，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里有多漂亮。首先我们把房子外面给看了，好不好？忘了说了，我们在西西里的切法廊，天堂电影院的取景地是吧 ？Yes。首先这边有2个沙发区域，然后这边也有，前面停了我们租的车，我们这次2辆车自驾来。那我们现在就进到室内，这边呢算是客厅和茶歇的区域，这里也是一个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正门，刚刚那算后院了。然后再往这儿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餐厅，而且这家具和装饰品都非常有质感，这是一个1楼的公共卫生间、公共洗手间耶。然后厨房最漂亮的，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很美，是我喜欢的，而且灶很好用的。我们今晚就会在这儿做饭，因为这已经来意大利1星期了，我中国胃已经顶不住了。你看我们带了东西，一个是一个煮的面，一个是红油冷泡汁钵钵鸡，一个是火锅底料。今晚一定要有中国菜。然后1楼厨房出来的话，室外的用餐区，非常意式的餐厅。然后这边一个特别大的烤肉，但是我们没有炭。如果在这住1周，肯定会来一顿烤肉的。这边还有喝茶的，下午晒太阳喝咖啡，非常舒服。然后再往这儿看呢，这边其实是大门，我们看这边。天哪，在意大利看到海，甚至不需要特地去走那个徒步的线路，我们就可以在这儿看到切法卢和海岸线，度假感在这一秒拉满。住到这个民宿，所有人都原谅了全世界。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开错车了，因为它在山坡上，但我们开到了深山里。昨天晚上我真的觉得，我下车帮刘子倒车的时候，我都听到有你在说话，我腿都软了，特别恐怖。在这个院里种了好多橄榄树，像小小的青苹果一样，每一棵橄榄树都结满了橄榄。现在上楼才是我们有卧室的区域，这有3间卧室，然后我们住的是最小的一间，但是景色也很不错，有一间双床房在正中间，然后另外一间呢很大，它的浴缸也特别漂亮，洗漱也很舒服。然后上来这算什么？小中庭。如果硬要睡人，这儿和这儿都能再睡1个人。但是本民宿最多接待6人。哦，那我们就是非常 OK 的，因为我们有6个人，所以只有3个卧室就正好。自驾出发喽 ，ladies！ 哇哦，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呢？我们去吃海鲜。 Yes， 海景餐厅，对不对？对。上车路，开车驶往城镇的路上，美美的海岸线，就是这个路啊，确实打车是不行的，肯定要自己开车。这次住的民宿离切法卢小镇还是有点距离，不过我们开了车，所以大概15到20分钟就能抵达小镇。我们把车停好了，现在来到切法卢这个小镇。然后其实西西里呢，很多人说来环岛，当然是一种玩法，但是另一种玩法呢，就是像我们一样选择1到2个地方，然后深度的待个3到4天。大家会更建议这样，因为停车开车在西西里很多像这种城镇，它的限行区非常麻烦 ，ZTL 非常多。对，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然后他们说，如果要挑一个地方待着的话，最值得待的地方就是切法卢。我们到目前的体验为止下来，到这个小镇上走着也觉得非常舒服。其实它像一个小的县城嘛，小渔村、小海岛，但像那种皮恩扎是那种皮恩扎西耶纳是那种古城。对，这个商铺特别多，但又不是纯 for 游客的，所以还是一个比较有居民感觉的地方。而且阳光特别好，又有海景，很适合度假。我觉得如果要度假的话，完全应该选择这儿。我们到了这个沿海的位置的餐厅，选的那家没开门，然后换了这家，看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就是无敌海景。哇哦，上菜了，一下上了4道菜，来点柠檬配这个生蚝。对，我要开始吃生蚝喽。我也吃一个。天哪，终于吃到好多海鲜的感觉了。今天第1顿海鲜大餐。鱼、红魔虾来一个。吃牛肉。虾的沙拉。
吃完饭在小镇里闲逛，感觉真的钻到了当地人的生活里。每一家店都很有特色，店里的纪念品也都很可爱，而且很有创意。不用觉得在镇上会无聊，因为吃完饭你还可以登山看海。它的是柠檬加开心果的，我的是栗子加开心果的。对啊，开心果好甜。我们现在来爬山了，仙人掌好惨，还要被刻字。哇！累晕了，家人们，为什么要来登山？穿着个皮鞋，天哪，太晒了。我们就在这儿停下了，有的路不一定要走到尽头，我们要给自己一点缓和休息的空间。你们继续吧，拜拜。半天的时间下来，真的觉得这个小镇里充满了惊喜。拾阶而上，走到能眺望整片海面的山腰坐下休息，在树荫下面吹着海风，静静地望着天际线和金色的城镇。日落前呢，走回沙滩，看着当地的情侣和遛狗的大叔，自在地坐在沙滩上，享受着日复一日的金色时刻。突然觉得这趟从陆地飞到西西里的旅程真是个无比值得的决定哦！我们登完了山，在这个沙滩这儿看完了日落，真的好漂亮。今天晚上我们要回民宿做饭，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菜，然后一起开车回去。到停车场了，我们来买菜了。妈呀，开车真的是闹心。刘子不在，我真的是坐他的车，我要24小时1分钟60秒不停的帮他看地图，跟他预告怎么开，我都坐车比开车还累，无语。刘子健开车辛苦啦，太辛苦喽！情绪价值给满，特别棒，车技特别进步，特别快。我选的超市还挺不错的，水果就很丰富。先买一个咖啡粉，明天早上用摩卡壶煮，真正的意式咖啡。OK， 这个牌子，真正会买的当地人，别人都在这儿现切，我们就在买这切好的，人家都在说后面的要哪一块，给你现切。老鼠掉米缸了，刚刚也买了好多肉，想买一只烤鸡酒，哇哦，今晚喝。然后他们现在在买烤鸡，我在这儿排买海鲜，然后再买一个这个三文鱼，明天早上煎着吃，连油都要买 ，amazing。我们买了超级宇宙无敌多的东西，现在回家。嗨，我们回来了，开始做饭。3个男人开始在厨房里。这个是我们今晚冒菜的蔬菜，这几天都没吃这么多蔬菜。所有人都辛苦喽！我们做了一道冒菜，一个烤鸡是买回来的，然后这个青酱意面是现炒的，还有2块牛排是现煎。好厉害哦！天哪，我剪进去会被喷，夹子。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早上好，我的天哪！昨天我们喝酒聊到了4、5点，还好柳子睡得早一点，但是只是1点多他才上去。脑子胀胀的，现在已经11点半了。这个客厅真的好漂亮。现在我们要准备做早饭，然后今天早上我们要在外面吃。我已经把餐盘都摆好了，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吃。哇塞，好漂亮！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早餐？煎一个卤蛋，做三明治吧。OK， 差不多，然后再炒个蘑菇。哇塞，好丰盛！我们现在要把这些全部端出去，辛苦了大刘子。Estaba gordita, muy bien formadita。现在是午后时间，整个房子只剩我们俩了。我们从房子出来，然后在这个后院躺着晒太阳，听播客。晒太阳好放松哦，懒懒的。昨天喝酒喝到4、5点，喝多了，今天就在这儿休息。这个假期太美好了，美好都不真实。背后就是大海，还有橄榄树林，好幸福，对不对？对。在看啥呢？在盖橄榄树，好漂亮。这个是橄榄树，树上有很多橄榄，成熟的橄榄。
Ciao，早上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切法卢的最后一天，大家都收拾好行李了。然后今天我们要自驾去陶尔米纳。陶尔米纳是白莲花度假村第2季的拍摄地，但那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贵，住宿我感觉比这边翻了3倍不止。但是那边有火山和悬崖，整个景观会更加的有特色一点。一会儿到了看看怎么样。中午打算就在路中间吃个麦当劳，一路开过去。我们刚到麦当劳，好恐怖 ！Oh my god！ 还好我们点好了，如果我们现在在他们后面来，就别吃了，真的。抵达陶尔米纳了，正在往山上开，好会开车呀，老公！还有3分钟我们就到民宿了，期待。嗨，家人们，我们现在到这个陶尔米纳了，比我们想象中美很多哎，因为我没有想到它的地貌特征这么奇特，因为它是一个面向大海、背靠大山的一个地形，然后背后这个火山，欧洲最大的活火山，对，然后它又是一个依照悬崖而建的小镇，所以它的面积也没有那么大，然后这的住宿呢相对就比较贵一点，而且据说这是一个老前区嘛，然后很多奢侈品店都在这儿，然后还有非常高级的度假酒店，白莲花嘛就是在这儿拍的第2季最后一晚在西西里的时间。我们订了一家应该还不错的海景餐厅，然后晚上会去 LV 的 bar， 但我们应该不会购物，晃一晃，喝杯咖啡，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住的民宿，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价格好像是4800，对，刚刚因为我们订的4个人又多了1人，变成5人，反正应该5000，就当5000吧，3个房间还可以，但是比我们上一个住的切法卢就是贵不少了。切法卢住了3晚才7000多，还是6个人，还是非常大的，但大家都看到了，反正在这儿景观非常好，这阳台也特别大，不一样的景观吧？对，这很有地中海氛围了已经。这就是感觉在悬崖上的景观，但我们在切法卢的是很远，对，在村里了。我觉得比这儿美，你就喜欢的，都很荒一点。我们出门了，拜拜。我们在陶尔米纳的民宿呢，离小镇非常近，而且整个陶尔米纳也不大，2条街走路10几分钟就能逛遍。感觉欧美的游客来西西里很喜欢来陶尔米纳。在这逛了一大圈，我觉得这儿有点像，终于想到像啥？我觉得这儿特别像关野街，就是它也是绝对是有历史，但有改造。由于澳门本身也是不大的，陶尔米纳也不大，所以这已经被游客全部拥挤过来了。然后你会觉得也有很多消费的场所，然后也有非常多品牌的门店，这儿已经就是被资本运作的非常透彻了。就我觉得路边的所有的纪念品商店都不是老板自己在做，都是雇的店员，所以没有那些前面的小镇玩起来那么有灵魂，而且人流量非常大，就没有那种度假的感觉。在主街上简直就是人都是挤着走的。原来这就是4季的餐厅，就在旁边的下面的街。哇，这个酒店1晚几万来着，最普通的房间好像是2、3万，要提前4个月订，就还蛮吓人的。然后这个餐厅我们也都是拖延症，今晚订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因为很多好的确实特别难订，就把在欧洲本来应该松弛一点的结果完成了像在日本一样的预约制。嗨，家人们，我们刚刚想找一家超市都走了，大概有800米。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陶尔米纳的结构是2个拆分起来的小区组成一个城镇。然后我看这里的常住人口只有1万人左右。然后我刚刚就问，就是陶尔米纳跟这个中国或者亚洲的旅游目的地相比，会有哪些跟它比较相似？然后 AI 就跟我说是中国的丽江或者是泰国的普吉岛，因为它的经济结构80%、90%都是有旅游贡献的，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本地人的生活气息。然后这是我们觉得不是特别舒适的一点，就是那个古希腊剧场是它这儿为数不多的一个非常值得在世界上有文化地位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3000年的剧场。因为站在剧场里可以看到这个火山。对，我们是想看这个火山的，但是这个云太厚了，而且那个剧场经常办一些音乐表演、演出之类的。如果明天有空的话，说不定可以去一下。而且这边真的好吵啊，全是摩托车哎，我发现。对，摩托车轰隆声特别吵，而且根本行人都没有走路的地方，我们走了很远到城镇的边缘才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甚至我觉得还没有罗马这种城市里的体感好。但是出来玩就是这样的呀。然后本来我还想跑路，就是最后一天陶尔米纳我们俩撤退，提前的回罗马或者去米兰、威尼斯啥的。但是大家一起也有很多好
好处嘛，可以一起吃更多的食物，然后一起 share 一个很好的 Airbnb。而且我觉得这儿底子是好的，就是自然景观还是挺震撼的，只是说这儿的氛围我觉得可以更好。休整一下心情，我们随便走走就差不多到日落时间了。我跟刘子先抵达了晚上要吃饭的餐厅，好在餐厅的景色很好，正好在阳台见证了当天的蓝色时刻。嗨，家人们，我们来吃一家，这家餐厅叫什么来着？看一下那个牌子 ，Terrazza Moro。Terrazza 我觉得应该是有 terrace 的阳台的意思。对，是的。这是我们到意大利第一天吃了一顿 rooftop 之后，最后类似 fine dining 吧，今晚也算，还是有点期待的。这晚上确实挺漂亮的，蓝调。先尝尝我点的这个饺子，里面有鱼和虾，这个味道应该不是番茄的了吧？我已经捧番茄了，没味道，还行。这上面是茄子片吗？充分的占尽了这个搭配一个生鱼片的脆片，还不错。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好吃，难得。我们在吃完甜品的这一秒，瞬间这个餐厅挤爆了人。他们为什么要在天黑透的时候来这种 rooftop 的餐厅呢？什么都看不见，老外吃饭真晚。待会儿见。10:09了，刘子来进修了，看看别人做的咋样，回去复刻学习。我们现在小黑屋里，现在，耶！你来介绍一下这里吧，小姐姐。这里是 LV 的 bar。因为今年Shelby姐消费了10万欧元。所以请大家来这里坐一坐而已。假的啊！从这里看上去，这个山上有一些灯光是不同颜色、不同饱和度的，好像流星一样。那其实是一座山。You are too beautiful for one by the road. 完全不是那种在街边尝到开心果酱把我甜的送给你最可恨的人，这个要送给最爱的人。这个蛋糕非常浓郁，非常香，好好吃。比那个开心果酱甜的，你吃一口就感觉老10岁，因为糖分过多。With eyes of their own to see早安，我们3个穿着跟昨天一样的衣服，我们俩，然后来吃这个 brunch。我的天哪，居然还排队！跟大家说，那个古希腊剧场开车1个小时40分钟，结果搞错了，其实就在这儿，步行600-700米的距离吧。我们吃完早饭就去，然后今天我们的队伍只剩2男2女了，队伍人数在逐渐减少当中。今天晚上我们飞罗马，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在这儿晃荡，吃个早饭，去个剧场，我们就开车去西西里巴塔尼亚的机场，然后就帕塔尼亚，我总是记成 Patagonia。耶，吃早饭了。早餐，吃早饭了，我的天哪，终于吃到了一顿得体的早餐，在切法卢也很得体。但在切法卢我们花200欧吃了一顿晚饭加一顿早饭。谢谢，告诉我，我特别想吃可颂。人家5点。酸不酸？我操，怎么这么酸？很酸的酸，就像那个酸糖一样。我喂你吃一口，看你表情。没有他点的酸，这个还有点奶味，还比较 smoothie。你确定？还可以。我觉得还行，是好吃的。别硬撑，下面它没有接触到了柠檬的本体，所以会好一点。
天阴阴的。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剧场的观众席上，就是旁边的这个座位上还贴了有一些标签和座位号。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这个遗迹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所以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哪怕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建筑是古罗马时期的重建，大概公元2世纪左右。那现在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人在搭脚手架和新的观众席，就是他们日常也会有比较常规的演出，就是你坐在一个2-3千年历史的一个剧场里，就是古人盖好的地方，然后这些入口设计的这么好，然后坐在悬崖上、山脊上，然后看这个大海，其实很震撼的。不得不说，在古迹保护方面，欧洲做的确实很好。出发去卡塔尼亚喽，晚上的飞机。我们来巴塔尼亚的这个吃冰淇淋的 smoothie， 这家店叫 Taro 的平方。Granite 也是一种冰淇淋哦，就可能结合了冰沙和 gelato 的口感。我吃了一口，我喜欢，因为它不会在你嘴巴里凝固，就不会一直留在你嘴巴里，你吃起来很清爽，很解渴，我觉得不黏腻，很难得，像果泥了。因为它本身你也点评一下，很好吃。花松，妈呀，这里面居然是有果泥的。桃子的性质。还可以看得到车坐在这，可以一直看后备箱。中国真好，中国真好，太惨了吧，要不在方向盘上上锁。哇哦，我喜欢这个下午茶。家人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罗马，但是我觉得这一趟行程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些新的经验，比如最后一晚，就是今天我们在罗马住这个酒店，我了个兜，我们住在艾美，给大家简单看一眼吧，猜价格，我们订的跟携程的3300一晚，我没懂，我真没懂。我以为意大利呢会比巴黎或者比美国便宜一点，但我真没想到罗马怎么这么夸张的价格。所以我觉得我们没规划好有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最后一晚的行程，其实如果机票订得好的，今晚这个钱就可以省下来，也可以早一点回国，省一天假期。旅行长途国际旅行还是非常耗人精力的，每一次玩10天以上的时候，玩到最后已经人有木了。玩1个星期这样子，其实是体感最好。或者这么说，行程一定不要特种兵。虽然我们专一的只玩了意大利，但其实我们在意大利可以，比如说在罗马一次性的多待几天，或者说就像我们在切法卢一样，住一个民宿住3晚，你这样会非常放松。所以不要贪心，我觉得旅游也是一个新的心得。但这次自驾呢，我觉得就是留子今天最后一天开了可能几天的车的4天。对，最后一天他已经开得非常溜了，已经不需要在旁边看导航看路了，自己就能顾得过来了，然后也对路况熟悉了。但是在海外开车，司机说一下心得，还是中国好看。意大利司机开车真的很猛，超级快，人生中第一次在高速上开到了170。哇哦！第一天的时候会特别有能量的，对什么都充满期待。最后一天玩麻了之后，就拍照，后面2-3天也拍照都没有力气拍了，然后拍视频也是，坦诚讲就有点消极怠工了，就没有那么多想要认真介绍的了。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好。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一趟目前虽然还不敢独揽，我们明天才从机场离开，但起码开车和防盗目前还是比我们想象中好一点，没出任何差错。对，非常完美。主要是旅游把它准备得非常细，就不多话了。真的，我觉得旅游还是非常需要一个很 J、很执行、很认真的人。期待一下下次旅行，可以想一下目的地去哪。虽然我们现在玩下来很累，但我觉得这个假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能量恢复。就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应该出来旅游，在你想要换一种生活的时候，你会想到更多种生活的具体的样子是什么。不然你在大城市不想上班之后，你只能想到回老家。你看了国外的生活样子，你觉得这种生活在国内复制起来可能会更舒适、更便捷且更便宜。我觉得这就是年轻的时候出来的意义，它可以给你生活带来真的更多的可能性。Yes， 刘子就这么勉强地听我说完了，辛苦了，我们困得眼都睁不开了，明天就要倒时差了。晚安，家人们，感谢收看，下期视频再见，记得1键3连，晚安。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